我是伊娃。这一集又到了我们的战利品分享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是搭乘日本航空，一个人总共有2件行李，所以这次我们的扣打有116。这一次我就出动了3个行李箱加1个雪具袋，然后还有这边2个小袋登机的。那这一次总共用掉了85公斤，而且我刚刚问男友说我们这次是不是有买很多东西，他就跟我说，那我要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很多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应该还好吧。但是今天在上野的户外店，就是买到有一点失心疯，一不小心又买了很多，所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又买了什么吧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那第一轮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食品的部分，因为刚拆发现超多东西，这一次是连这个小沙发都完全装不下，所以就决定分成3批来进行。这一次我们买了很多食品的部分，主要是我们去了二木果子跟超市，然后就买了很多其实台湾可能买得到的东西，但是它就是日本口味，所以想说买回来试试看。比较特别是这个燕麦片是我第2次回购，这个绿色这个超级无糖，因为红色这个是它里面还有水果干，所以吃起来就还有一点甜味。另外一个就是杏仁跟南瓜子，想要尝试的人我可以推荐你买这个，这个跟它原本的那个卡乐 B 的水果燕麦片有点相似，但这个呢，它的燕麦片是用烤的，吃起来味道会更不一样。那这个呢，要去比较大间的超市才会有，其他的部分就是在二木果子买的，像这个日清的泡面，下面的这边咖喱块面啊等等的，大家都可以去那边买，就是在上也非常方便，而且也可以退税。那超市的部分呢是不能退税的。再来我身后的这一区就是我们的伴手礼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也有买这个很有名的这个 Press Button Set 的，我们就是有买2个口味，一个原味，一个是草莓的，因为朋友说他觉得原味蛮好吃的。那另一个蓝色的这个是富士山的饼干，这个是我们在富士山旅行的时候顺便买的。那它就是这种饼干，太圆了。它总共有2种，一种是有上面有这个巧克力的，一个是没有。那我们这次都是买有巧克力的，富士山造型，蛮可爱的。食品好像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那我们要进入下一 part 喽。还有什么漏讲的吗？应该没有。我们还买了很多口粮糖，我们旁边有个口粮糖粉，所以他就买了各式各样的口粮糖，然后很重要，要顺便讲一下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在二木果子买了很多这种面条，因为在日本买就是非常的便宜，反正我们的行李空间就有很多扣打，而且这个就是我们第2天的时候去买，所以那时候行李箱很空，所以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那第2轮呢，我们来看药妆跟杂货。药妆摆完之后发现，这次药妆买的很含蓄哦。然后另外一边呢，就是我们买了一些杂货，再来就是一些小的纪念品，像我们去那个滑雪的时候买的贴纸，还有富士山的纪念品，还有这个多米卡的小车，再来就是我们去 Loft 买的文具，还有这个扭蛋。是等等的，里面呢，我来看一下有什么特别的。这一次我们去了2家宝可梦，一家是在涩谷的宝可梦中心，那一家它就卖了很多很新的玩偶，但是热门的就一下被抢完。我去了2次那边，就觉得比较稍稍难买一些。另外一家我们是在成田机场的宝可梦商店，那边的货就是比较齐一些，但数量就比较少。不过我们其实有好几只都是在那边买的。这个很可爱，它超可爱，它看起来超呆的。那药妆的部分呢，比较特别是我们这次有买了日本的口罩，在日本的时候就有买几个来试戴，就还觉得不错，所以就有买几个回来。再来就是这个比较特别，就是我最近去都会买的，这个是睡觉的时候吃的，隔天起来的话就比较不会累。这个比较特别是它只有便利商店才有，然后我观察了全家 Seven。全家有的几率会比 Seven 来的高，我就是有便利商店，我就会走进去看看。然后这个合利他命呢，这一次我们都买的是这个阿法的，因为这个是现在日本才有卖，台湾都没有，就是详细的
它跟旧版的有什么差，大家就可以上网查。再来就是这个资生堂的抗皱凝露，我发现这一条在长辈的代购常常出现，我是不知道好不好用，但我发现他们好像很爱买这个。我看虾皮上好像也都有人在代购，所以可能是还不错吧。再来我们就是比较基本的什么万用药膏啊，然后这个小护士日本版。最后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这个，它是可以舒缓打呼的。这个就是我有一天在网络上搜寻的时候查到，然后买回来之后发现好像有点效，所以这次就回购了好几罐。药妆的部分呢，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依照自己的个人情况去选择。那这一 part 呢，我们就差不多介绍完了。再来是这个比较特别的刹车碟盘钥匙圈，这个是我们去汽车百货的时候买的。那汽车百货呢，就是一个蛮有质感的汽车百货，东西价格差不多，没有说到真的很便宜。再来就是一些Loft 买的文具，然后这个很特别的是，这个是剪刀，它长得这个笔样，可以比较好携带。再来就是一些笔，在日本买比较便宜，因为台湾毕竟是进口日本的话，就会变得很贵，所以就可以去日本选购一番。那我们就进入了我们最后一个衣服服装的部分，这个真是会不会等下放不下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吧。现在呢是我们的最后一 part， 就是我们的衣服区，还有我们这一次的最贵的战利品，就是我们的 Tiffany 的戒指。这个戒指超级难买的，它的款式都超少。然后那时候我是出发前先在网络上查好，就是哪一些店家有我想要看的，所以我们在那间呢就很顺利的买到我们的戒指，梦幻的 Tiffany 蓝。就是大家在欧美电影里面常常看到拿出这个都要这样，就是很惊喜的样子。这个我们是在西武涩谷店买的，那买完之后我们有去退税，但要扣1.55%的手续费。这个婚戒刷卡金额是好像是12万吧，然后退税退了1万出台币。这个就是荣登我们这一次的最贵战利品。那我们看完最贵的，我们来先看一下一些很便宜的，就是一不小心失心疯了，就是我们在上野的 ABC Mart 买了3双的鞋子 ，Converse 的鞋子，这个。那我们买了2双是有防水的，一个高筒，一个低筒。另外一个是非常特别的是日清泡面的联名款高筒，蛮好看的，因为我是觉得这个蓝色蛮美的，下面还有这个日清的这个泡面的这个条纹，然后这边有那个2维码。这3双买起来6000多台币，平均一双大概2000，可能联名款有贵一点。那时候算一算就是蛮便宜的，就买了。这3双也是有退税。再来就是无印良品买些毛巾，因为无印良品在日本买就是很便宜，所以就有去买了一些毛巾跟那个旅行收纳袋。再来就是日本的帽子卡西拉，这跟我上一次买的那一款是同样样式，只是这一款是黑色的。好的，好，再来呢，这一次呢，我还有特别去御茶水，因为我这次有要去滑雪，所以我们就有更新了一下滑雪的装备，因为3年没有滑雪了，就是有一些装备都旧了，就坏了。这一次呢，我就买了比较高级欧克利的风镜，非常的帅气，球面镜片，而且拍起来也非常的好看，就可以拍一些特效。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关注我们之后的滑雪影片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件新的裤子，因为变胖了，需要买新的裤子。这一次我们去 Uniqlo 其实没有买到很多，就主要是买内衣裤跟袜子，就小小区域，然后买了2件裤子，这样，都是男生的。其实我这次买了很少的衣服，主要是因为呢，因为买了一个很贵的戒指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先冷静点，不要买太多衣服。
结果殊不知在最后一天去上野的时候，我们去的这个 Montbell 大失心疯，就买了超多的。这里我就买了2件，一件长的，一件短的登山裤。而且它这一家比较特别，是它的店几乎都没有退税。如果想要退税的话，要特别去找，好像是要在百货公司里面的才有。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，就是网友会说哪一些店可以免税，哪些不行。那我们这一次去的是上野店，那一间是没有办法退税的。然后还有2件外套，我跟我姐买了超多的 T 恤，就在这，疯狂的买，对，我们就连线购买。我们就买了很多的 T 恤跟帽子，这边就是毕竟夏天很热，太阳很大，所以我们就买了很多帽子。我们在这一家店总共花了14000元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有去艾迪达买了一些排汗衫。最后我们发现了一家男生蛮适合的 Ships， 它就是专门是男装的选物店。那我们在那边就买了一件这个外套，我觉得这个外套蛮好看的。这一家的版型我就是觉得蛮好看，因为都还蛮合的。然后还有在上野还买了一个皮带。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衣服购物。原本以为可以安全下装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日本没有再让你安全下装的。所以这样买一买，我们这次应该花了10几万吧。主要是因为这个戒指很贵，不然其实扣掉戒指的话，那应该就跟我们上一次去日本花的金额差不多。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影片中商品的相关讯息的话，就可以在底下留言问我，我再回应你们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分享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一个赞，然后还有订阅我们频道，啊，按照我们的 Facebook 关注我的 IG。那今天就这样喽，拜拜。